它真的越看越像儿童安全座椅耶。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 DPC Toys 反攻玩具，我是小麦。看到这一盒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开箱什么了吧？没错，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死亡搁浅2》的实体收藏版。那为什么我们玩具开箱频道要介绍这个电玩的周边呢？因为里面有模型，上次就跟玩具开箱有关系啦。我对《死亡搁浅》印象就是小岛秀夫的作品嘛，弩哥不打僵尸了，改做 Uber， 还有巴叔他不吃人肉了，他改当猛毒。这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就直接来看外箱的部分吧。正面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婴儿躺在一个水獭造型的婴儿床里面，上面就是这一次作品的名称 Death Stranding 2 on the Beach Collector's Edition 收藏版。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整个盒子都是有游戏内氛围感的设计哦。你看像这种黑黑的亮面部分有没有看到？它就是为了要呈现郊游的那个感觉。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手印，这个手印也是在《死亡搁浅》里面是一个蛮重要的元素，直接从正面这一块一路延伸到这边，借由那个棚灯的反射，你们看到一直到这里，这两个元素就是《死亡搁浅》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看到后面后面就是有我们超帅的弩哥，然后这一整个就是《死亡搁浅2》的游戏画面。上面这边就是跟你讲说这次的内容物有哪些，游戏内的附加内容我们就不讲，我这次重点就还是放在实体的内容物有附哪些东西。那我们就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吧。正宗玩具商城终于上线啦！里面有满满的好康等待你们去挖宝哦。链接我放在资讯栏里了，看完影片记得去瞧瞧哦。那我们继续来看影片吧。OK， 我们将外盒打开后，就是它的收藏盒啦。你看到哇，上面就有一个超显眼的银色掌印啊！这样手印上去，盒子会不会自己打开？将盒子打开，以及将最上层的纸板拿走以后，就会看到印有 logo 的封套啦。翻开封套里面就是数位版游戏的兑换码以及一张注意事项。封套最上方还有一个开口好，打开抽出来，里面就是小岛秀夫的信啦。而信的背面就是其中一张角色收藏卡山姆与小鹿啦。那除了这一张以外，还有另外3张分别为1代就出现过的斐洛杰、2代的新角特明罗以及席格斯。接下来就是第一个小模型偶人的3寸吊饰啦。在游戏中好像也是一个蛮重要的 NPC 角色，脸模是著名导演法提阿金导演，但老实说，我觉得他比较像夺魂锯的比例啦。在色彩表现上，偶人的彩度比较低，无论是红色还是眼睛的蓝色，都有点灰灰的感觉。但我很喜欢胡渣的灰色表现，搭配红嘴唇，有一种莫名的喜感。纹理部分西装的条纹以及卷裤管的皱褶都有做出来，细致到连穿在里面的红色毛衣都有做纹理表现。我是蛮惊喜的啦。最后就是本次开箱的压轴，也是我最期待的麦哲伦巨人模型啦。模型的高度来到15寸，换算下来大约快40公分。整款模型结合了科幻与神怪血肉的元素。至于为何好好一艘战舰会变成这个样子，等玩游戏就知道了。头部的麦哲伦号是这款模型唯一的科幻部分，一些部位的生锈处理我很喜欢，细节的刻画也做得不错。身体部分给我一种浓稠焦油跟生物肉体的独特质感，但上色表现我是觉得普普啦，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主要看点还是在某些部位有做焦油向上流的设计，胸口的部分还没有包覆完成，肋骨外露的造型，腹部直接连着长状管子一路连接到下面的造型地台。翅膀算是我比较喜欢的部位，背面有一种从中间的核心延展出去的感觉，焦油的浓稠感其实是有做出来的哦。OK， 以上就是这次《死亡搁浅2》实体收藏版的开箱啦。其实我还蛮惊讶这次的内容物它并没有美术设定集，但是有小岛秀夫的信，我觉得还是不错啦。
模型的表现啊，我是觉得蛮赞的啦，就是它有结合科幻以及这种生物的这种血肉感，它其实会让我想到某些神话的造型，或者是说铁血战士与异形的那一种感觉。这只真的是摆在哪里，你第一眼就真的会看到它，因为它实在是太特殊了，它的风格太独特了。但是啊，整部作品里面，我还是最喜欢这个偶人的吊饰，它真的太有喜感了，而且越看越像那个夺魂锯的比利，真的，我真的没办法想到他是某个导演的脸模。OK， 如果你对这次的影片有任何的想法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一下哦。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记得按赞以及帮我分享出去哦。不想错过新的开箱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 DPC Toys 泛攻玩具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哦。对了，我们的商城上线啦，记得去逛逛哦，我都放在资讯栏里。那我就下次见，拜拜。